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国会忽视监督助长总统的战争权力。据外交政策网站报道，美国国会在对总统战争权力的监督方面表现不力，这一疏忽正在助长总统在军事决策上的单方面行动。报道指出，国会未能有效行使其宪法赋予的战争宣布权和军事预算监督权，导致行政部门在对外军事干预时缺乏足够的制衡机制。这种监督缺失的背景源于两党政治极化和国会议员对复杂国际事务的回避态度。长期以来，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紧急状态声明绕过国会审批，在海外部署军力和发动军事行动。这种权力失衡的后果是美国的军事决策透明度下降，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军事冲突升级，同时削弱了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权力分立原则。特朗普政府敦促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征收关税。据瑞典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游说欧盟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以加强跨大西洋贸易联盟对亚洲经济体的施压。这一举措是特朗普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延续，旨在通过多边施压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并保护本土制造业。背景原因包括美国对中印两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感到担忧，特别是在高科技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加剧。如果欧盟同意配合这一要求，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印两国的出口企业将面临更高的贸易壁垒，而欧美消费者可能承担更高的商品价格，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将受到冲击。最高法院将审查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据巴西圣保罗夜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将对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全球关税政策进行司法审查，这标志着贸易政策争议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此次审查主要针对特朗普援引国家安全条款对钢铁、铝材以及其他商品征收的广泛关税措施是否符合宪法和相关贸易法规。案件背景源于多个行业协会和贸易伙伴国对关税合法性的质疑，认为总统超越了国会授予的贸易权限。受影响的进口商和制造商声称这些关税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损害了美国经济利益。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对未来总统在贸易政策上的权力范围产生深远影响，可能重新定义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在国际贸易决策中的权力边界，并影响美国与全球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气候变暖导致亚洲和美洲登革热病例增加。据医学快讯报道，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导致亚洲和美洲地区登革热病例显著增加，这一趋势引起了国际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研究表明，气温升高为携带登革热病毒的埃及伊蚊创造了更适宜的繁殖环境，扩大了其地理分布范围。背景原因包括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降水模式改变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因素共同为蚊虫繁殖提供了理想条件。据统计，过去10年中，亚洲和美洲的登革热发病率增长了近1倍。这一趋势的后果是各国医疗系统面临更大压力，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登革热的传播可能导致更多死亡案例，同时加重了全球公共卫生负担和经济损失。澳大利亚批准全球首个考拉衣原体疫苗。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式批准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用于治疗考拉衣原体感染的疫苗。这一突破性进展为拯救这一濒危物种带来了新希望。考拉衣原体感染是导致考拉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该疾病会导致考拉失明、不孕和死亡。背景原因包括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使得考拉免疫系统 weakened 更容易感染衣原体。澳大利亚的考拉数量在过去20年中下降了约 30%， 目前估计仅剩18万至30万只。这种疫苗的批准意味着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现在可以对感染的考拉进行大规模治疗，有望显著降低死亡率并提高繁殖成功率，为考拉种群恢复提供关键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使与韩国和印度的联盟紧张，可能使中国受益。
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贸易政策正在加剧与韩国和印度等重要盟友的关系紧张，这种局面可能无意中为中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影响力创造机会。报道指出，特朗普对韩国施压，要求其承担更多驻韩美军费用，同时对印度的贸易政策和技术合作表现出强硬态度。这些紧张关系的背景源于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和对传统盟友关系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这些国家贸易顺差的不满。分析人士担心，美国与亚洲盟友关系的恶化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并加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7. 在华美国公司预计关税将导致收入下降。据美联社报道，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普遍预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将对其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许多公司正在重新评估其在中国的商业策略。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在华美企表示，关税措施已经或将要影响其盈利能力，迫使他们考虑调整供应链布局。这一趋势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双方互征关税涵盖了数千亿美元的商品，直接影响了跨国企业的运营成本。许多美国公司发现自己夹在两国政府之间，既要应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压力，又要维护在中国这一重要市场的业务。预期后果包括部分美企可能被迫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承担更高的运营成本，最终可能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和就业岗位流失。8. 英国试验探索阿尔茨海默氏症血液检测以改善诊断。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正在开展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探索通过血液检测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可行性。这项研究有望革命性地改善该疾病的诊断方式。目前，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诊断主要依赖昂贵的脑部扫描和侵入性脊髓穿刺，许多患者在疾病晚期才能确诊，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研究背景源于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阿尔茨海默氏症患病率持续上升，预计到2050年，全球患者数量将增至 1.5 亿人。这项血液检测技术通过检测特定的蛋白质标记物来识别大脑中的病理变化。如果试验成功，这种简便、经济的检测方法将使更多患者能够及早诊断和治疗，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并减轻医疗系统负担。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称，全球儿童肥胖率现已超过营养不良率。据法国《世界报》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儿童肥胖率首次超过了营养不良率。这一历史性转变标志着全球儿童健康面临的挑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有 3.9 亿儿童面临肥胖问题，而营养不良儿童数量约为 3.7 亿。这一趋势的背景原因包括城市化进程加速、快餐文化普及、体力活动减少以及加工食品消费增加。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儿童越来越多地接触高糖高脂食品，同时缺乏足够的运动。这一变化的后果十分严重，肥胖儿童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给未来的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反映出全球食物分配不均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10. 维多利亚州将与原住民签署历史性条约。据对话网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即将与当地原住民社区签署一项历史性条约，这将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个州政府层面的原住民条约，标志着和解进程的重大突破。该条约旨在承认原住民作为土地最初拥有者的地位，并在政府决策中赋予原住民更多话语权。条约谈判的背景源于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在原住民权利问题上的历史欠账，以及近年来社会对种族和解的呼声日益高涨。维多利亚州拥有约5万名原住民，他们在殖民化过程中遭受了土地剥夺和文化压制。这项条约的签署可能为其他州树立先例，推动全国性的原住民权利保护进程。条约预计将涉及土地权利、文化保护、经济参与和自治权等核心议题，为原住民社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法律保障。11. 瑞典执政党提议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3岁。据瑞典电视台报道，
瑞典执政党正式提议将刑事责任年龄从目前的15岁降低至13岁。这一争议性提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提案的背景是瑞典近年来青少年暴力犯罪率显著上升，特别是涉及枪支和帮派活动的案件增多，传统的社会服务和教育干预措施效果有限。执政党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够更好地威慑青少年犯罪，并为受害者提供更多法律保护。然而，儿童权利组织和心理学家强烈反对这一提案，认为13岁儿童的大脑发育尚未成熟，无法完全理解行为后果。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瑞典将成为欧洲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可能影响整个北欧地区的青少年司法政策走向。12.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炼油厂瘫痪。据瑞典日报报道，乌克兰军队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成功击中俄罗斯境内多个炼油设施，导致这些关键能源基础设施暂时瘫痪，进一步加剧了俄乌冲突的紧张态势。袭击目标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数百公里的大型炼油厂，显示了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提升。这些攻击的背景是乌克兰试图削弱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和军事供应链，同时报复俄军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持续轰炸。无人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性质，使得深度打击变得更加可行和精确。袭击的后果包括俄罗斯能源供应暂时中断，可能影响全球油价波动，同时也可能促使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目标的报复性攻击，进一步升级冲突强度。13. 阿联酋推出低成本人工智能模型 K2Think， 与 OpenAI 和 DeepSeek 竞争。据欧洲新闻台报道，阿联酋正式发布了名为 K2Think 的低成本人工智能模型，直接挑战 OpenAI 和 DeepSeek 等行业巨头在全球 AI 市场的主导地位。这款 AI 模型主打高性价比策略，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提供可负担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阿联酋推出这一产品的背景是该国正在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并将人工智能确定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阿联酋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建设 AI 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体系。K2Think 的推出可能会加剧全球 AI 市场的竞争，迫使现有厂商降低价格或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也标志着中东地区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地位的提升，为更多用户提供 AI 技术普及的机会。14. Neuralink 为12名患者植入大脑芯片，用于意念控制设备操作。据德国电视台报道，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公司已成功为12名患者植入脑机接口芯片，使他们能够通过意念直接控制外部设备。这一突破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进入实用化阶段。这些患者主要是瘫痪或患有严重运动障碍的病人。芯片植入后能够通过大脑信号控制计算机光标、打字，甚至操作机械臂。该技术的发展背景源于全球数百万残疾人对恢复基本生活功能的迫切需求，以及神经科学和微电子技术的快速进步。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患者在使用该设备后生活质量显著改善，能够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一技术的成功应用可能为更多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带来希望，同时也推动了整个脑机接口行业的发展，但也引发了关于隐私、安全和伦理的讨论。15. 新型光学筛检试纸可检测纳米塑料。据科学日报报道，科学家开发出一种革命性的光学筛检试纸，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环境和食品中的纳米塑料颗粒，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塑料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检测工具。这种试纸利用特殊的光学原理，当纳米塑料颗粒与试纸接触时会产生明显的颜色变化，检测过程简单快捷。开发这一技术的背景是纳米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性环境危机，这些微小颗粒广泛存在于海洋、土壤、食物和饮用水中，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传统的检测方法需要昂贵的实验室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限制了大规模监测的可行性。这种新型检测试纸的问世将使环境监测变得更加便民和经济，有助于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纳米塑料的分布情况，为制定相应的治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16. 欧盟将冻结俄罗斯资产中的资金转移至乌克兰。
引发信任和国际法质疑。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欧盟正式决定将部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息收入转移给乌克兰，用于支持其重建和军事需求。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信任机制和国际法原则的广泛质疑。欧盟此举的背景是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来维持国防开支和基础设施重建。欧盟在俄罗斯发动入侵后，冻结了约3000亿欧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和私人资金。然而，这一决定引发了法律和伦理争议。一些国际法专家认为，此举可能违反国际法中关于主权豁免和财产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一先例可能会影响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使其他国家对在欧美金融机构存放资产产生担忧，并可能促使一些国家寻求替代性金融体系。17. 科学家绘制了小鼠决策过程中的大脑活动图。据连线杂志报道，科学家首次成功绘制出小鼠在决策过程中的详细大脑活动图谱。这一突破性研究为理解哺乳动物的认知机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察。研究团队使用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实时观察小鼠在面临选择时不同脑区的神经元活动模式，发现决策过程涉及多个大脑区域的复杂协调。这项研究的背景是神经科学界长期以来试图解开大脑如何处理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谜团，这对理解人类认知障碍、精神疾病和学习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决策过程并非单一脑区的功能，而是涉及前额叶皮质、海马体和基底神经节等多个区域的网络化协作。这一发现可能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的靶点，同时也为开发更智能的人工智能算法提供生物学启发。18. 人工智能引导相机让智利外科医生能够单独进行手术。据亚洲新闻台报道，智利医疗机构成功部署了人工智能引导的手术相机系统，使外科医生能够在无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复杂手术。这一创新技术有望解决医疗资源短缺地区的手术人力不足问题。该系统通过 AI 算法实时分析手术进程，自动调整摄像头角度和焦距，为医生提供最佳的手术视野。这一技术的应用背景是智利等发展中国家面临外科医生和手术助手短缺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医疗人力资源极度匮乏，传统手术需要多名医护人员协作，限制了手术的可及性。AI 引导相机系统的成功应用意味着更多患者能够及时接受手术治疗，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这一技术的推广可能会显著改善全球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同时也推动了智能医疗设备的发展。19. 新的抗体疗法可保护所有新生儿免受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据瑞典日报报道，科学家开发出一种革命性的抗体疗法，能够为所有新生儿提供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有效保护。这一突破有望显著降低婴幼儿因该病毒感染而导致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导致2岁以下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每年造成全球数万名婴幼儿死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新型抗体疗法的背景是传统疫苗对新生儿效果有限，而新生儿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更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临床试验显示，接受抗体治疗的新生儿 RSV 感染风险降低了 75% 以上。这一疗法的成功开发将为全球新生儿健康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工具，特别是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可能挽救数千名婴幼儿的生命。20. 欧盟秘书长称，在全球威胁下，欧洲必须维护其独立性。据美联社报道，欧盟秘书长在最新讲话中强调，面对当前复杂的全球威胁环境，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性并维护其政治和经济独立性。这一表态反映了欧盟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深度关切。欧盟领导层认为，欧洲正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挑战，包括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中美竞争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一立场的背景是俄乌冲突暴露了欧洲在能源、国防和关键技术方面对外部的过度依赖，迫使欧盟重新思考其战略定位。欧盟计划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推进能源转型，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创新。这一战略转变可能会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影响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欧洲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模式，同时也可能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21，PsiQuantum 获得10亿美元融资，打造100万量子比特量子计算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量子计算公司 PsiQuantum 成功获得1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用于开发具有100万量子比特规模的容错量子计算机。这一投资规模创下了量子计算领域的新纪录。PsiQuantum 采用光子量子计算技术路线，与 IBM、谷歌等公司使用的超导量子比特技术存在根本差异。该公司融资的背景是全球量子计算竞赛日趋激烈，各国政府和科技巨头都将量子计算视为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关键技术。传统量子计算机目前仅能处理数百个量子比特，而100万量子比特的系统将具备处理现实世界复杂问题的能力。如果 PsiQuantum 成功实现其目标，将在药物发现、密码破译、金融建模和气候模拟等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同时也可能改变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和网络安全体系。22，公众对腐败和不平等的愤怒推动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领导层更迭。据美联社报道，南亚地区近期出现一系列政治变革，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执政当局都面临重大挑战或已经更迭，主要驱动力是民众对政府腐败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困难、通胀高企和基本服务短缺等问题，而政府官员的腐败丑闻进一步激化了民众情绪。背景原因包括全球经济动荡、新冠疫情后遗症以及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的治理问题和制度缺陷。社交媒体的普及也使得民众更容易组织抗议活动和表达不满。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后果是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新政府面临恢复经济、打击腐败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巨大挑战，同时也可能影响该地区与中国、印度等大国的关系平衡。23，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人工智能模型来逆转细胞的疾病状态。据医学新闻网报道，哈佛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革命性的人工智能模型，能够识别并逆转细胞的疾病状态，为精准医疗和疾病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该 AI 系统通过分析健康细胞和病变细胞的基因表达模式差异，能够预测将病变细胞恢复到健康状态所需的具体干预措施。这项研究的背景是传统药物开发周期长、成本高且成功率低，而细胞层面的精准干预被认为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研究团队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训练模型，识别不同疾病状态下的细胞特征，并预测逆转这些病理变化的最佳策略。这一突破性技术的应用前景包括为癌症、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并减少副作用，有望加速新药开发进程并降低医疗成本。24，RSS 联合创始人为 AI 数据引入了 Real Simple Licensing 协议。据科技博客报道， RSS 技术标准的联合创始人推出了名为 Real Simple Licensing 的新型许可协议，专门针对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使用和授权问题，旨在解决 AI 公司使用网络内容训练模型时面临的版权纠纷。这一协议的出现背景是当前 AI 行业在数据获取和使用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挑战，内容创作者和出版商对其作品被用于 AI 训练而未获得合理补偿表示不满。传统的版权法律框架难以适应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法律灰色地带不断扩大。Real Simple Licensing 协议试图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框架，使内容所有者能够明确授权其数据用于 AI 训练，同时获得相应报酬。这一协议的推广可能会重塑 AI 行业的数据生态，为内容创作者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同时也为 AI 公司提供合规的数据获取渠道。25，特朗普允许华盛顿特区警察接管到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政府宣布允许华盛顿特区警察部门接管某项即将到期的安全职责。这一决定涉及首都地区的执法权力重新分配。华盛顿特区作为美国首都，其执法体系相对复杂，
涉及联邦、地方多个层级的管辖权问题。这一安排的背景可能与联邦政府试图简化首都地区的安全管理体系，或者应对特定安全威胁的需要有关。华盛顿特区警察部门一直在处理日常治安工作，但在涉及联邦设施和重要政府机构的安全事务上，通常需要与联邦执法部门协调配合。这一权力转移的后果可能包括提高地方执法效率，减少多部门协调的复杂性，但也可能引发关于执法权限界定和责任划分的讨论。具体的执法范围和期限将决定这一变化对华盛顿特区安全格局的实际影响。26. 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摧毁了白俄罗斯在欧洲的间谍网络。据希腊传播新闻报道，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3国安全部门联合行动，成功摧毁了一个庞大的白俄罗斯间谍网络。该网络在欧洲地区从事情报收集和影响力渗透活动。这次反间谍行动涉及多名白俄罗斯情报人员和当地协助者的被捕，显示了欧盟国家在应对东欧威胁方面加强了合作。行动背景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权对欧盟采取敌对立场有关，特别是在2020年大选争议和俄乌冲突中，白俄罗斯明确支持俄罗斯后，欧盟国家加强了对来自该国的安全威胁的警惕。这一间谍网络的曝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白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导致更多外交人员被驱逐和制裁措施的加强，同时也显示了中东欧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决心和能力。27. 巴西将罗赖马州接入国家电网，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据巴西信息货币网报道，巴西政府成功将偏远的罗赖马州接入国家电网系统。这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将显著减少该州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推进巴西的能源转型目标。罗赖马州位于巴西最北端，与委内瑞拉和圭亚那接壤，长期以来一直是巴西唯一未接入国家电网的州，主要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这一项目的背景是巴西政府致力于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同时也为了改善该州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发展。电网连接的完成意味着罗赖马州能够获得来自水电大坝等可再生能源的清洁电力，大幅降低发电成本和环境污染。这一成就不仅有助于巴西实现气候变化承诺，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电力建设提供了参考模式。28. 联合国核事务负责人宣布同意进入伊朗所有核设施。据奥兰多哨兵报报道，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宣布，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其境内所有核设施。这一突破性协议为缓解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国际紧张局势带来了新希望。这一同意的背景是伊朗核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伊朗逐步减少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配合程度。近期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国际制裁的压力可能促使伊朗重新考虑其核政策立场。允许全面核查意味着国际社会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伊朗核计划的真实规模和性质，这对于重新启动核谈判和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发展可能为伊朗核协议的重新谈判创造条件，同时也可能影响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和国际制裁政策的调整。29. 新的血液检测可提前10年发现 HPV 相关头颈癌。据哈佛大学新闻网报道，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革命性的血液检测技术，能够在症状出现前10年就检测出人乳头瘤病毒 HPV 相关的头颈部癌症。这一突破有望显著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该检测技术通过识别血液中特定的生物标记物和病毒 DNA 片段，能够在癌细胞大量增殖之前就发现异常。这项研究的背景是 HPV 相关头颈癌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而传统的诊断方法往往在疾病晚期才能发现病变。早期发现对于癌症治疗至关重要，早期头颈癌的5年生存率可达 90% 以上，而晚期患者的生存率则大幅下降。这种血液检测技术的临床应用将使高危人群能够接受定期筛查，实现真正的预防性医疗，同时也可能大幅降低头颈癌的死亡率和治疗成本。
30. 美国卫生官员和 FDA 限制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药品广告。据意大利南方日报报道，美国卫生官员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联合宣布，对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药品广告实施新的限制措施，旨在遏制误导性医疗信息的传播，并保护公众健康。这些新规定要求药企在广告中更清楚地说明药物的副作用和适用条件，同时限制某些类型药物的直接广告投放。制定这一政策的背景是，美国是全球少数几个允许处方药直接向消费者做广告的国家之一，但这种做法引发了医疗专业人士的广泛批评，认为它可能导致患者自我诊断和不当用药。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药品广告急剧增加，特别是针对减肥药、精神类药物等的推广，引发了监管部门的关注。新限制措施的实施可能会减少不必要的处方药使用，降低医疗成本，但也可能影响制药公司的营销策略和收入。31. 美国宇航局在岩石样本中发现火星过去存在生命的确凿证据。据生活科学网站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科学家在分析火星岩石样本时，发现了该星球过去存在生命的确凿证据。这一历史性发现标志着人类对地外生命探索取得重大突破。研究团队在岩石中发现了有机化合物和生物化石的痕迹，这些证据强烈表明火星在数十亿年前曾经拥有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条件。这一发现的背景是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自2021年登陆火星以来，一直在杰泽罗陨石坑进行科学探测和样本采集工作。此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火星曾经拥有液态水和相对温暖的气候。这一突破性发现将重新定义人类对生命起源和宇宙生命普遍性的认知，为未来的火星探索任务提供重要指导，同时也可能推动对其他天体生命探索的投入，具有深远的科学和哲学意义。32. 俄罗斯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引发北约反应和情报收集。据荷兰媒体报道，俄罗斯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的事件引发了北约的强烈反应。联盟成员国正在加强情报收集和防空准备，以应对潜在的进一步挑衅行为。这起空域侵犯事件发生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波兰作为乌克兰的重要邻国和北约东翼的关键成员，一直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俄罗斯无人机可能是在对乌克兰目标进行攻击时误入或故意进入波兰领空。这类事件在冲突期间已发生多次。北约将此类行为视为对联盟集体安全的潜在威胁。根据北约第5条集体防卫条款，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一事件的后果包括北约可能进一步加强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部署，同时也增加了俄乌冲突升级为更大范围冲突的风险。33. Webuild 在埃塞俄比亚建成非洲最大的水电大坝。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意大利建筑巨头 Webuild 公司在埃塞俄比亚成功建成非洲大陆最大的水电大坝项目。这一重大工程将显著提升该国的电力供应能力，并推动区域能源合作。该大坝项目总投资超过40亿美元，装机容量达6450兆瓦。建成后将使埃塞俄比亚的发电能力增加1倍以上。项目背景源于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第2人口大国，长期面临电力短缺问题，超过1半的人口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该国丰富的水资源为水电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项目的完成将不仅解决埃塞俄比亚的电力需求，还可向邻国苏丹、肯尼亚等出口电力，促进东非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然而，该项目也引发了下游国家，特别是埃及对尼罗河水资源分配的担忧，可能影响地区水资源外交格局。34. 最高法院裁决扩大移民官员拦截和盘问个人的权利，引发了人们对拉丁裔社区以外种族定性的担忧。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扩大了移民执法官员在边境地区拦截和盘问个人的权利。这一判决引发了民权组织和拉丁裔社区对种族定性执法的强烈担忧。新的裁决允许移民官员在没有具体犯罪嫌疑的情况下，基于合理怀疑对个人进行拦截和询问，扩大了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这一判决的背景是特朗普政府加强边境执法和移民管制政策的延续，反映了保守派大法官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批评者认为，这一裁决可能导致基于族裔外貌的歧视性执法，特别是针对拉丁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的不公正对待。支持者则认为，这有助于加强边境安全和打击非法移民。这一裁决的后果可能包括移民社区与执法部门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围绕移民权利和执法权利平衡的法律挑战增加。35. 科学家在首次发现引力波10年后探测到最响亮的黑洞合并。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科学网报道，科学家成功探测到迄今为止最响亮的黑洞合并引力波信号。这一发现距离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已有10年时间，标志着引力波天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此次探测到的引力波信号强度是之前记录的数倍，来自2个质量分别约为太阳65倍和85倍的黑洞合并事件。这一突破的背景是自2015年 LIGO 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以来，全球多个引力波探测器的灵敏度不断提升，探测能力显著增强。10年来，科学家已经探测到超过90次引力波事件，但如此强烈的信号仍然极为罕见。这次最响亮的探测为科学家研究黑洞的形成机制、宇宙的演化历史以及极端物理环境下的时空结构提供了珍贵数据，同时也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推动了多信使天文学的发展。36. 研究发现，化石燃料公司的排放加剧了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热穹顶在内的热浪。据加拿大电视网新闻报道，最新科学研究证实，化石燃料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直接加剧了包括202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热穹顶现象在内的极端热浪事件。这一发现为气候诉讼提供了重要科学证据。研究通过先进的气候归因分析技术，量化了特定公司排放对极端天气事件的贡献程度。2021年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加拿大西部气温飙升至49.6摄氏度的历史新高，造成数百人死亡和严重的生态破坏。研究背景源于气候科学家越来越能够精确追踪个别排放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为受极端天气影响的社区寻求法律救济提供了科学基础。研究结果可能会推动更多针对化石燃料公司的气候责任诉讼，迫使这些企业承担气候损害的经济责任，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法规和气候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